前两天那个安倍访华，很多人在鼓捣那个天安门广场挂的那个挂的那个日本的国旗，是吧？甚至我看到一些《环球时报》好像又提了一个口号，叫"共存共荣"，是吧？前两天我只是提了一下，其实挺可笑的，因为我们知道从这个习近平上台以后啊，中共一直在提这个安倍是一个极端的右翼的领导人啊。我们知道所谓的日本右翼呢，它有一个定义，它就是要求日本在国防和外交上独立，那么让日本尽快的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他们的目的是要解除宪法对海外出兵的限制，是吧？修改所谓的和平宪法。那么一直把安倍称为岸信介的外孙、战犯的这个后代。那么确实，安倍呢一直有一些中国人不太容易能接受的政治观点。那么从法国、德国试图突破，在欧洲没有得逞之后，中共又把眼光转移到亚洲，寻求在日本进行突破。这个突破的代价其实很高，不仅仅修改习近平上台之后所谓的不与日本右翼接触的这么一个惯例之前我们只看到他皱着眉头和安倍有一个礼节性的会晤，据说很短。那么这回又开始宣传中日友好了，真的能够友好吗？在中国，在民间，即便日本做了再多，从中国人的角度上来说，我们始终是把它认同为战争赔款的一个有效的组成部分。他给你搞了首都机场，给你搞了宝钢、上海外环，你就是搞得再多，能够弥补日军侵华所带来的这种创痛，我想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中日之间没有和解的基础。那么习近平自以为他放低了调门，给日本一个和解的机会。那么今天我们看到的结果，日本在重启莆田间军事基地，重启它的建设虽然冲绳县的知事在进行着抗议。冲绳我们理论上把它称之为叫什么呢？叫琉球，是吧？1972年美军交付了琉球的管理权。这个地区的定位，日美中三国其实是不一样的。到目前为止，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从骨子里，类似于不承认蒙古独立一样，他们是不太愿意琉球规划为日本的本土。那么今后呢，极有可能会产生一些变数。为什么中共的领导人急于寻求外交上的突破？没有人知道，因为这个可能性是没有的。他在本国甚至在党内都是有一大批人是反对中央这个决策的。今天我们看到了一个结果，日本根本就没拿它当回事儿，你就是放低了调门，人家也不会跟你友好。日本到目前为止，它不是一个完全正常的国家，这一点
我相信大家是应该能看得清的，不要认为日本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他甚至做了一些改革。日本做了很多工作，日本在经济上曾经是第二大经济体，甚至我们看到80年代经济泡沫之后，日本的军费按比例只占本国 GDP 的1%，这个比例呢，在全球范围内排名是在100以后的，但是它的绝对数值相当高，它的军费好像是世界第7。日本有很多知名的企业，二战期间他们是军工企业，战后被拆解了，但是他们在正常的工业生产之外，他们都保留了国防车间，每年甚至只有1个月来开启这些设备的运转维护。日本的自卫队也是一个很小的专业化的军队，它有点类似于1战之后的德军。当时德军是10万陆军，现在日本的自卫队好像也就20多万人，但是它没有士兵，它是可以快速膨胀、快速扩建的一支士官和军官队伍，它的专业性很强。日本的海军曾经叫嚣过6个小时消灭中国海军，可能他是夸口了，但是他的实力始终存在。他的舰队不输于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的走向大洋的这种趋向于南水海军的这支舰队。虽然它主要的工作是反潜与搜救，但是它扩展起来的可能性是有足够潜力的。中国放弃了一些海上的利益，寻求在日本这个方向进行突破。这次尝试从莆田间基地的重启，我们可以看到结果，病急乱投医，这是习近平政府对日政策反复的一个结果。他不仅没有取得任何成效，而且在国内肯定会在民众中引起一些反响。我相信这个世界是公平的，任何一个政府，你要是背离了本国人民的意愿，其实你都是走不长远的。他们这些短视的政府正在把中国所有的外部环境破坏到最彻底。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重建的基础，中国未来将会有很多变化。我们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更清晰地感受到人民的呼声。我相信中国的变化将会很快到来。他们这一届政府极有可能是中共在大陆统治的最后一届政府。